欢迎来到艾森的频道。龙应台昨天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传递出非同寻常的信号。而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台湾论坛上看到有网友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讨论关于赞与降的这个民调结果。所有这些呢，似乎也与龙女士的这个文章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呼应。表面上来看啊，台湾现在非常热闹，以这个网红八囧为代表的这个声律啊，在歇斯底里的营造对于陆配剑拔弩张的氛围。但在这层喧嚣底下，台湾是否也涌动着一股寻求与对岸和谈，或者说重新评估现实的暗流呢？2027大选将至，台湾社会似乎真的走到了一个需要做出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到底是坚守自由民主不惜一战，还是说要先必须确保和平，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维护自由民主呢？让我们结合最新的信息，一起深入探讨一下台海的这个和平与民主自由这个复杂而且沉重的话题。我们还是先从龙应台女士的这篇专栏文章谈起啊。作者呢，以台南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对话开篇啊，司机大哥的一句"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句话，深刻的道出了目前弥漫在台湾社会的深层次的焦虑。在目睹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乌克兰援助态度的转变，尤其是白宫直播了这个泽连斯基受辱的画面之后，很多台湾人都开始思考，如果美国今天能够为了自身的利益啊，像这样来对待乌克兰，会不会明天或者说有一天，他们也会为了讨好中国而抛弃掉台湾呢？龙应台尖锐地指出，几十年以来啊，台湾领导人将两岸的对峙描绘成民主阵营对抗专制的前线。第一线，他的潜台词就是说，这个民主世界的老大美国，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支持台湾。但这种论调呢，事实上营造出了一种给台湾人的虚假的安全感，让台湾社会迟迟未能够对于如何真正处理与大陆的关系，确保民主体制的长久生存，进行一个非常彻底的严肃的反思跟讨论。而现在呢，伴随着这个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回归，龙应台认为啊，台湾是时候进行一场全社会的大讨论，如何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条件与对岸与中国大陆达成和解，而不是被动的等待这些大国来决定台湾的未来。那这篇文章我认为释放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美国是靠不住的。龙应台提醒他的读者说台湾人经历过1978年美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非常具有历史性但同时也非常悲痛的时刻。不应该忘记，其实美国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他们自始至终会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甚至直言说，特朗普有可能会为了跟习近平达成某种交易而牺牲掉台湾，这种风险是非常真实存在的。那第二个信号，我觉得龙应台其实是在促请台湾当局不要放弃甚至堵塞与大陆的和谈的渠道。他在文章当中批评赖清德他觉得赖清德前一段时间将中国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并且恢复军事法庭制度，是在台湾岛内煽动恐惧，并且制造对抗。那他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团结台湾，反而有可能将台湾推向战争。作为马英九执政团队时期的一员，这个龙应台以当时两岸关系缓和、交流繁荣为例子来证明两岸和解并非不可能。然后很可惜在台湾当前非常严峻的这种政治语境底下，哪怕只是提议可以与中国和平相处，都可能会被扣上这个投敌不爱台湾的帽子。所以龙应台强调说，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绿色恐惧的氛围才是台湾最大的敌人，威胁和平，也威胁台湾的民主。所以龙应台认为必须要先确保和平，然后
才谈得上维护台湾的民主。那龙应台的这篇文章，我相信是在向台湾社会敲响警钟，也是在呼吁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自主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并非孤立。我们看一看台湾网友在论坛上的帖子，虽然只是他个人发出来的一个声音，我觉得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很讨厌中共，但是如果统一这件事情无法避免的话，也可以尽量尝试往好处想。虽然可能会少了谈论政治的这个言论自由但是台湾也可能统一之后，台湾人变成了世界第2强大国家的国民，没有了民进党，可能买车更便宜物价房价都非常稳定，还能用上了核电，所以剩下的全部都是好处。那这段话在网上毫无疑问引起了这个巨大的争议，很多人都斥责这个人是投降主义、被统战、被认知作战这个的例子我们先不要急着给这位网友扣帽子，我们先抛开所有情绪化的标签，来尝试去理解一下这一种典型的心态。其实它反映的是一部分台湾民众，尤其是那些对台湾的这个政治或者两岸政治或者国际政治不那么热衷、不感冒，更关心柴米油盐的这些普通人。他们在面对将来海峡两岸的这种战争，这种非常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的时候，会本能的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所以如果当自由民主的代价是战争和毁灭，而统一呢，虽然会失去政治自由，但是有可能会带来现实生活层面的好处的时候，一些人就会开始动摇，或者至少开始思考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是非常现实，也是非常人性的一种考量，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从另外一个方面，能够印证这股暗流的是龙应台在文章当中提到的那个针对台湾大学生的民意调查在这个非常受台湾大学生欢迎的网络平台上，有人发起了一个投票，你现在看到乌克兰这个样子，现在如果中国开战的话，还要保家卫国吗？结果就是在12000多名参与者当中，有高达73%的人选择了投降。那这个结果相当令人震惊虽然网络投票不能够完全代表台湾的整体民意，而且年轻人的想法可能会随时会随着他们的时间和阅历的增长而变化，但是呢，如此高比例的人选择投降，至少说明台湾年轻一辈为了这个自由民主而战的决心，远远没有政治宣传当中描绘的那么坚定。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台湾当权者本身自己的子女就不在台湾，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乌克兰战争的残酷，看到了有可能会被美国抛弃的现实，所以他们现在会用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评估就是和大陆对抗的代价。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之前还看到有一个民调说台湾有 67.8% 的人有点愿意或者非常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的，你为什么不说那个民调？那其实我觉得有2个主要的区别。第一点就是，如果你有留意之前那个民调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民调有一个前置的问题，就是结果这个问题的结果是有超过60%的受访者，他们根本就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或者是非常不可能出兵台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时候，那个时候民调做的时候，其实美国会如何抛弃乌克兰，很多人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如果综合龙应台的这个疾呼跟网友的畅想以及大学生的民调结果，可以看到在台湾，除了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这个强硬对抗抗中保台的声音，以及像八炯那样煽动对立霸凌遣返怒配制造紧张气氛的这种行为之外，确实存在着一股我们不太容易在媒体上看到但其实不可忽视的民意。那这种暗流呢，其实充满了对于美国承诺的疑虑，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对于和平的渴望，已经开始非常务实的在思考最坏的情况底下应该怎么样去生存。那这种复杂性，这种人性，其实是我们在观察台海局势的时候必须要看到的另外一个深层次的现实。那龙应台女士基于对于乌克兰局势的观察，得出了美国靠不住的结论，并以此来呼吁台湾寻求与大陆的和解。她的呼吁和担心当然是有现实主义的基础，也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可以想象很多人会对她进行攻击谩骂。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更深入的分析她对于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是否存在局限跟误判。那将美国推动
乌克兰和谈，然后从欧洲战略收缩之后转移到亚太，简单的等同于美国准备放弃台湾，其实有点过于简化了。事实上，我们从一系列信息，尤其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内部的消息，其实揭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美国并不是要放弃亚太，而是正在准备进行战略重心的转移，目标直指中国。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其实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而华盛顿邮报独家披露的一份来自于五角大楼的这个秘密的内部备忘录，这一份呢由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亲笔签名的备忘录，其实非常清晰地勾勒了这一个战略的转向。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那美国军方其实现在已经将中国视为头等的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的战略规划当中，其实目前台海冲突具有压倒一切的最高优先级。他们会用尽数威胁这个词来形容中国，意味着中国是唯一一个美国必须持续的关注并且持续应对的对手。那与此同时呢，美国将中国武力攻台这个情景视为尽数情景，也就是最需要防范的突发状况。所以目前美军阻止中国迅速的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是他们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那所有的战略考量跟资源的分配都会围绕着如何应对中国在台海采取的军事行动来展开。那美国战略重心全面转向印太，为了集中应对中国呢，其实五角大楼在其他战区就不得不承担一定的风险，包括欧洲。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会逐步从欧洲撤退，以及为什么他现在顾不上乌克兰的一个原因。这份文件甚至直言说，美国在考虑大国的战争应急计划的时候，只会针对北京，基本上会把来自于莫斯科的威胁留给欧洲的盟友去管。那美国当然希望北约盟国承担远超以往的责任。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大家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就是欧洲国家攻击谩骂，各种左派的媒体攻击谩骂特朗普的一个原因哈。那这份名为临时国防战略指导的文件，其实已经开始将重返亚太的战略转化成实际的这个国防政策的行动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新任国防部长，他最近刚刚完成了欧洲之行，然后在亚洲也穿梭访问。他其实也印证了一点，就是他对于欧洲盟友是在唱黑脸，然后批评他们国防开支不足希望他们尽快顶上。而对于日本菲律宾等亚洲的盟友，就是唱红脸，大家赞赏，然后承诺提供更多的资源，承诺武器装备，升级指挥体系，比如说要把在日本建立的这个指挥架构升级成更适应打仗的这种形式，然后明确表示要重新建立对中国的威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龙应台女士认为美国可能像对待乌克兰那样对待台湾，这个逻辑链条并不成立。恰恰相反呢，美国目前的战略调整其实正是为了将主要的精力从欧洲、从中东抽离出来，集中到亚太，更好的全力的集中应对他眼中的头号战略对手中国。而台湾呢，恰恰是这个战略棋局当中的最前沿、最核心的焦点。但是这里有3个但是，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就是虽然台湾在新的美国战略当中具有压倒一切的战略优先级，很明显高于乌克兰，以及呢美国重返亚太，但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国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直接出兵干预呢？那我的回答是不一定。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提到美国的国防部政策次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那作为国防战略第3位最重要的决策人物，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塑造了当前美国的对华战略。那科尔比的观点其实非常的清晰，也更加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说这个非常冷酷哈。他觉得美国的核心利益是防止中国主导亚洲，而不是保卫台湾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防止中国主导亚太是美国的战略目标，而保卫台湾呢，只是达成这个目标的其中之一的手段。那如果保卫台湾没有那么的困难，或者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不是那么高，就好像以前中国军事实力比较弱的时候，那自然很多人就会把这个目标跟手段混为一谈。但是如果现在保卫台湾的这个成本跟风险过高，
高到美国已经无法承受，那对于美国来说就不能够在一场代价高昂、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当中摧毁掉美国的军队。那其实没有台湾，美国也可以退而求其次用另外一种手段，比如说依靠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等国家组成一个所谓的反霸权联盟来遏制中国。虽然这种手段可能实现起来会更困难一些。但是呢，美国是否会直接介入台海冲突，取决于台湾自身的诚意跟可防御性。科尔比曾经反复强调说，台湾必须展现出足够的自卫的决心和能力。他认为目前国防开支仅仅占 GDP 2.5% 的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微不足道，远远不够。这个呢，与台湾现在面临的巨大的威胁完全不匹配，甚至他觉得应该去到 10% 更为合理。另外一点，其实台湾也需要大幅延长兵役时间，改革后备动员体系，采购正确的武器装备等等等等，来构建自身强大的防御体系，这样才能够降低美国介入的成本和风险，才能够让美国做这个决策更加容易，没有什么心理负担。那科尔比非常坦率地说，一个强大的台湾对于美国来说更容易、更加便宜去防御。那反之呢，一个没有准备好的台湾，甚至说完全依赖美国的台湾，其实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人会在这一场冲突当中死去，会有更多的军事装备会受损，有更多的军事能力会被毁灭所以美国的军队将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削弱。那如果这个代价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美国人衡量以后，他们就会犹豫，美国的国内支持介入的民意就会大幅的减退。所以他认为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远比一些所谓的这些在公开表态的这种安抚的态度要有条件的多得多。那所以目前的现状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优势已经被轻视了尤其是在台湾海峡，美国已经没有军事优势了，没有必定的把握能够打赢这场仗。事实上就是从2018年以后多次进行这个兵棋推演，美国基本上没有再赢过了。那考虑到目前中美两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对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这个失去平衡。一方面中国的这个军事现代化速度惊人了而且本身实际上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包括经济上为了防止将来被制裁做了各种的这个准备，包括囤积物资，包括政治上做动员各种准备。而美国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实际上非常的脆弱，我们之前已经反复提到过它的造舰能力，它的军队的备战的状况，尤其是之前一段时间被 DEI 各种折腾，其实目前美国的包括西方盟国的各种军事的这个情况，其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不是一般的差。所以呢，科尔比的逻辑就是，美国在战略上会非常重视、高度重视台湾。但是呢，这种重视并不是无条件的，台湾必须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豪猪，一个难以让对手吞咽下去的目标，然后才会让美国觉得台湾值得救，救得了，而且这一个救的代价是在美国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只有这样的话，美国才会考虑真正的出手。所以呢，我们结合了赫格塞斯的这个战略跟科尔比的现实主义的分析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龙应台的观点。他说呢，美国靠不住。那这句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说错，只不过这个逻辑可能是需要这个再周折一下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不是说不想保台湾，而是说越来越担心台湾可能保不住或者保不起。在美国设定的可承受的成本和风险的框架底下，台湾自身做得不够，他们的准备，战争的准备还没有达标。而事实上呢，台湾社会的确好像也确实没有做好科尔比要求的那种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多人一谈到这个台海战争，就是说只准备撑4天，撑1个礼拜、2个礼拜，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怎么办？完了之后所有人就会说等待美国来介入来支援。
所以从台湾始终这个国防开支的占比不到2%，以及之前的兵役只有4个月，后来勉强提升到12个月。所有这些例子包括之前提到的73%的人选择投降，包括有超过60%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不太可能或者非常不可能出兵台湾，所有这些反映出来的都是整个的台湾社会的抗压能力和战争的意志是非常不够的。这一些事实与在媒体上宣扬的所谓这个全民皆兵与大陆决一死战的形象其实有相当大的差距。很明显，台湾肯定是无力单独对抗中国的这个武力统一行动的，而目前这个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传统军事优势已经被打破了，而美国的盟友是不是真的愿意并且也有能力在将来设想的这个冲突场景当中协同作战，其实也存在非常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之前也分析过由于亚太的这个各国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以及各自的这个利益诉求不同，美国想要建立一个北约那样具有强制性集体防御条款的亚洲版北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些亚洲的盟友看起来更像是同床异梦，合作可以，但是想要生死与共，其实真的指望不上。那所以呢，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日益紧迫的现实，就是所谓的2027年大限。那无论这个日期是否精准但是都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焦虑感。而我们前2天看到日本政府首次公布了针对于冲绳县仙岛群岛居民跟游客的预计要撤离12万人的这个大规模疏散计划，更是将这种潜在的紧急状态其实已经摆上了台面。连马斯克都在访谈当中说台湾掌握着全球最先进 AI 芯片的命脉，一旦失守的话，对于美国乃至于全球的科技和安全都将是重大打击。这个也反过来增加了台海的风险系数。那所以站在现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和平与自由是否必然是一个2选1的难题呢？那说实话，这的确是一个无比沉重，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松讨论的地缘政治的游戏，而是一个关乎到他们身家性命、生活方式和未来命运的非常真实的抉择。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台湾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建立了华人世界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跟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那这种自由不仅仅只是政治上的选举权跟言论自由，更是融入了台湾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他们创作的自由、思想的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要让人放弃这一切，去接受一个威权体制的统治，很多台湾人内心的挣扎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与此同时，失去自由不仅仅是失去一种权利，更是失去了一种可能性，失去了定义自己跟未来的能力。而这一种价值的宝贵，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是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守护的。但另外一方面，和平的宝贵、生命的宝贵也同样深入人心。战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家园被毁掉，亲人离散，年轻的生命在炮火当中凋零。那乌克兰的惨状就在眼前，这个不是电影，而是真真切切发生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来说，其实最大的心愿不过于安居乐业，过平静祥和的生活。当这个台海战争的阴影步步紧逼的时候，当保家卫国可能意味着玉石俱焚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于和平的渴望，对于生命的珍惜会变得无比的强烈。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那位台湾网友的这个畅想，虽然可能会让很多人感觉不适，但其实也折射出一种底层的逻辑，就是如果能够避免毁灭性的战争，我们牺牲一些形而上的这些自由，换取生活的安定换取某些方面的改善，换取一个对于未来的期待，是否真的值得呢？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权衡。和平跟自由这两个词都无比的美好，但是在现实的挤压底下，他们有时候显得相对的
对立。或许真正的困境在于，我们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了要和平还是要自由这个二元选择。这个选择本身或许可能就是一个陷阱。对于台湾人来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龙应台在文章当中呼吁的是与中国的和解，那是不是有可能在不完全牺牲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和解？这个其实需要两岸领导人都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谈判的技巧，以及双方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善意和克制。但很可惜的是目前看起来两岸的互信基础极其的薄弱，而敌意是在螺旋上升，似乎看起来是在走向一条战争的不归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台湾内部是不是能够就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和平，以及到底我们要守护的这个底线是什么，先达成共识。那很明显，像一些人期望的那样，依靠美国的保护伞，代价可能会越来越大，有可能会被拖入中美博弈的漩涡。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更加务实地评估台湾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的环境，尝试与对岸找到一种虽然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能够避免最坏结果的相处模式，可能会更加现实一些。毕竟台湾跟大陆其实在地理上如此的相近，始终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个存在。所以呢，这需要一场诚实深入甚至非常痛苦的内部的对话，需要台湾人超越党派的斗争，真正的去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那些不中听的声音。需要台湾人认清现实，既要看到自身的优势跟韧性，比如说台湾强大的公民社会、灵活的经济，也要承认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局限，比如说台湾的军事实力差距、对外部的依赖程度等等。所以我相信最终的答案并不掌握在美国手中，也不完全取决于北京的意志，它更深层次的取决于台湾2300万人民如何共同面对这个时代的考验，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以及最终台湾人愿意为了什么样的未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相信这个没有简单的答案，前路充满了迷雾，每一种选择都会伴随着风险，但是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理性的分析，凝聚台湾人的内部共识，并且展现出灵活务实的智慧，台湾才有可能在惊涛骇浪当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通往未来的航道。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您对于台湾的未来怎么看？您认为和平与民主自由应该如何权衡？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如果您喜欢艾森的视频，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分享。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